哈喽，各位木友，欢迎回到木工科学大师班的第3集。在前2集，我们学会了用几何角度去设定刀锋，也学会了像神枪手一样建立基准面，画出物理凹槽。如果说上一集讲的画线是属于大脑的精密运算，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环节巨切，那就是肌肉与控制力的极致结合。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把你对现代工具的印象暂时抛开。现在我们去工具店最常看到的是日式的双面锯，或者是西式的手板锯。但在电动圆锯发明之前，以前的老匠人是怎么把一根巨大的原木剖成一片片笔直的木板？如果你以为靠的是蛮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翻开手边这本苏联经典教材《细木工作业》，传奇匠人库科索夫会在第2章劈头告诉你一句非常震撼的名言：锯子不是一把刀，而是一排刀。这句话非常有画面感，请大家记住它。每一颗锯齿其实都是一把微型的凿子，或者是一把微型的刮刀。如果这些微型工具的形状不对，或者排列方式错了，你花再大的力气，也只是在摩擦、生热，把木头搞焦而已。这一集我们要重新认识那个最传统，但也最具物理智慧的工具——框锯。首先，我们来聊聊框锯的构造。现在很多 DIY 玩家可能觉得它长得很笨重，像个工字形的木架子，中间拉一条锯条，但苏联教材坚持使用它，理由非常科学，它的核心原理只有2个字：张力。大家想象一下小提琴的琴弦，如果是松的，你拉不出声音，软趴趴的；但如果转紧了，它就变得笔直且充满弹性。框锯的设计逻辑也是一样的。你看它的锯条厚度非常薄，通常只有 0.4 到 0.7 毫米。如果你直接拿这根软趴趴的铁条去推木头，遇到阻力它一定会弯掉。但是框锯利用上方的绞绳或钢丝旋转，把锯条拉得像琴弦一样紧。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锯条够薄，而且被拉得笔直，所以它切掉的木头我们称为锯路，非常窄。这意味着你切削的体积变小了，你更省力，也更省珍贵的木料。这就是物理学上的以柔克刚。那要怎么知道张力够不够？库科索夫教了一个很迷人的检测法，那就是听声音。当你把绞绳转紧之后，用手指轻弹一下锯条，如果发出的是清晰而和谐的声音，就像乐器一样，那就是一把好锯子，张力完美。如果你听到的是嘎哒声，或者是闷闷的声音，那代表张力不足，或者是你的锯条里面有裂纹，快断了。有了好锯子，接下来我们要看牙齿，这是本集最硬核的知识点。为什么锯子不能一把走天下？为什么有时候你锯得很顺，有时候却锯不动？这完全取决于木材纤维的排列方式。库科索夫将锯齿分为2大类，它们的几何形状完全不同，就像是2种不同的生物。第一类叫做纵向锯剖，这是用来顺着木纹切开木头的。大家想象一下，木头的纤维就像是一束绑紧的吸管，当你要顺着吸管的方向把它剖开时，你需要的是什么工具？你需要的是一把凿子。所以重切锯的锯齿形状是斜齿，它的前角非常陡峭，接近80度，甚至垂直。它的运作原理就像一把微型凿子，当你向前推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把木头纤维铲出来。注意哦，这个种锯子只有在向前推的时候才有切削力。如果你拿它去锯横断面，就像拿铲子去铲绳子，纤维会被你铲得烂烂的，根本切不断，而且边缘会撕裂得很难看。第2类叫做横向锯割，这是用来截断木头的，就像你要把那束吸管切断，或者像在厨房切葱一样。这时候你不能用凿子铲，你要用刀子划。所以横切锯的锯齿形状是等腰三角形，它没有铲面，而是利用2侧疾风力的边缘。它的运作原理就像2把小刀，当你推拉的时候，它先划断左右两边的纤维，中间的木屑就会自然脱落。这种锯子在前推和后拉的时候都在工作。这里还有一个职人数据要补充，给追求极致的朋友，除了分纵切和横切，还要看软硬。如果你锯的是软木，像松木，锯齿的角度要取小一点，大概40到45度，这样排屑快。
如果你锯的是硬木，像榉木，角度要大一点，大概60到70度，这样牙齿才够强壮，才耐用。懂了齿形，我们来解决一个所有新手最崩溃的问题：锯子夹住了。你一定遇过这个情况，锯到一半，锯子被木头死死咬住，拔都拔不出来，还烫得要死。这时候别怪木头硬，这是因为你没有做剥料。什么是剥料？简单说，就是把锯齿有规律地一左一右拨开。这背后的物理目的是制造宽度，你锯出来的这条缝，也就是锯路，必须比你锯条背部的厚度还宽，这样锯条在缝隙里才有空间移动，空气才进得去，摩擦力才会小。这里有一个 0.5 毫米黄金法则，苏联工匠特别强调，单边拨开的幅度绝不能超过锯条厚度的一半，通常大约是 0.3 到 0.5 毫米，这是一个精密的平衡。如果你拨太大，锯路太宽，你会锯得满头大汗，而且切面像狗啃的一样粗糙。如果你拨太小，锯路太窄，锯子就会发烫夹死。苏联工匠甚至会用专门带有挡板的剥料器来保证每一颗牙齿拨开的角度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一边拨得多，一边拨得少，你的锯子就会自动转弯，永远锯不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锯路会歪斜的原因之一。最后，我们有了调好张力的框锯，选对了齿形，也做好了剥料。现在要怎么锯？这不仅是手部运动，这是全身运动。书中详细描述了标准的苏联站姿，这是一种人锯合一的境界。首先，左脚平行工作台，右脚与左脚成80度角，这个角度能提供最稳定的支撑。身体稍向前倾，但保持不动。记住一个关键，只用手臂摆动，不要用身体的重量去压。锯子，很多新手会用全身力气去压，以为这样切比较快，其实那只会让锯条弯曲，锯路跑偏。正确的做法是推进时施加压力进行切削，拉回时稍微抬起，让锯齿离开木头，减少磨损。频率也要控制，大约每分钟60到80次，不要急，急就会歪，像个钟摆一样稳定才是职人的节奏。如果你发现锯出来的线还是歪的，或是锯口起毛边，请拿出一份病历表，自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剥料不均匀，是不是拿重切锯去锯横纹，还是后脚片成了0度。今天的课程内容非常扎实，我们从框锯的张力物理学一路讲到了齿形的几何分类，最后谈到了剥料的微米及吊效。这些知识听起来很硬，但它们是让你脱离蛮力木工，进入科学木工的唯一途径。依照惯例，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课后作业，请你去检查你手边的锯子，或者是你购物车里的锯子，仔细看它的牙齿是等腰三角形还是斜三角形，确认一下你是拿铲子在切葱，还是拿刀子在铲土。另外，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框锯室，就去旋转绞绳，直到你听到那个清脆的灯声，记住那个张力的手感。锯子只能处理线，但如果要处理面，把木头变得像镜子一样光滑，我们就必须请出细木工之王刨子。在下一集，我们将拆解一把传统木刨，教你如何将压铁吊，教到极致，刨出薄如蝉翼的木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